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王。这次我们将酷冷至尊的新款旗舰机机箱 HAF 700 EVO， 再加上 i9 12900K 以及3080 钛，组装成了一台总价超过3万、炉大师跑分超过250万，能够畅玩各种3A 大作的高端游戏主机。并且这台主机会在 B 站动态里面抽奖送出，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的 B 站账号和留意动态。前段时间我入手了酷冷至尊的新机箱 HAF 700 EVO。这款机箱主打的是超强散热性能、顶级兼容性以及超级免工具安装的设计。实际到手试完之后，感觉确实是挺不错的，就准备做一个介绍加装机的视频。然后想到3月份的抽奖机会还没有使用，正好可以来庆祝一下显卡降价，就来播大抽奖吧。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产品作为2、3等奖，这次礼品还是非常丰厚的。再说一次，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的 B 站账号和留意动态。那么就赶紧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次装机的具体配置，或者说这台1等奖里面包含了点啥吧。首先不用说，肯定是来看看这一次的主角新机箱酷冷至尊这款 HAF 700 EVO 机箱，前面的 HAF 是 High Air Flow 的缩写，指高气流量或者俗称的大风量。酷冷的 HAF 系列机箱有着多款产品，都是以强劲的散热性能作为主打卖点之一的。所以 HAF 700 EVO 中可以找到大量的风扇及冷排的安装位置，前面板支持420冷排，同时出厂自带双200毫米大风扇，还是新出的经过专门调教的1000转的版本。机箱底部可以支持安装57毫米厚度的420冷排，顶部可以安装2个360或者1个420冷排，并且是支持100毫米超厚排的。机箱 I/O 位置还能再装一个240冷排，普通机箱这也能有一个140风扇位都不错了。甚至将机箱内部的那个漂亮的镜面饰板拆下来的话，最大可以上一个480的冷排，整个机箱疯狂的散热位置，给水冷 DIY 玩家预留了充足的空间。普通玩家没时间折腾的话，也可以装上过量的风扇，让 CPU 和显卡冷得发抖。同时 HAF 700 EVO 还采用了双舱式的设计，电源和机械硬盘在机箱背面有着独立的安装空间，可以防止和 CPU 显卡互相加热。从前面的散热支持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这款机箱是个大家伙。大的好处就是大容量和顶级的兼容性，除了前面介绍了的散热方面之外，其他硬件的支持也是毫不含糊的。ATX 主板、20公分的电源、超长显卡全部都不在话下，并且还支持最多12个2.5或者3.5寸的硬盘，基本上你想装进电脑主机里面的东西都可以随便塞了。除了兼容性之外 ，HAF 700 EVO 还加入了创新性的，我认为可以称之为超级级别的全机箱免工具安装设计。顶盖和车盖这些大地方就不用说了，都是简单的一推拉就能拆装。内部的硬盘架、冷排架，甚至就连显卡的拆装都是免工具的，就连电源的安装位都下了功夫，让你可以少拧2颗螺丝。再加上丰富的离线功能，这些贴心的设计可以给 DIY 玩家带来方便、快捷、舒适的装机体验，大幅降低装机时的麻烦程度。HAF 700 EVO 不光功能强大，作为一款旗舰级别的机箱，外观同样是没有落下的。机器整体采用了硬朗科幻的设计风格，机箱的前面带有多条钢化玻璃灯条，点亮后整机就好像太空战舰一样，非常的酷炫。机箱前面板的正中间还有显示屏，配合软件可以显示静态图片、视频短片以及系统的数据等等。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内部镜面装饰板，可以用来作为手办的展示背景。这款机箱还直接附送了显卡梳妆支架，可以将你显卡帅气的正面给收出来，甚至连内部的风扇都可以做倾斜安装，可以大幅提高机箱的 RGB 含量。新机箱的里里外外都看了一轮了，更多细节我们在装机的部分一边装一边介绍。接下来看一看这次的装机配置。CPU 这次使用了 12900K， 在视频制作的时间点，它是能买到的游戏性能最强的处理器了。12900K 使用了酷睿12代的混合架构，由8个大核加8个超大核组成，P 核全核睿频可以去到 4.9G， 应对目前各种类型的游戏都是非常轻松的。主板这次选择的是 ROG 的 Strix 在6901 Gaming WiFi， 虽然不是 Maximus 系列，但是配置一点都不含糊，18+1项供电搭配数字供电控制，再加上强劲的散热供电模组，为 12900K 发挥出完全的性能以及更进一步的超频提供了保障。ROG 配合12代处理器新推出的功能，比如显卡一键快拆功能等，在这块主板上面也有搭载。其他如检测卡、USB 3.2 20GB 接口、2.5G 网口、WiFi 6E 无线网卡、免 CPU 升级 BIOS 等高级功能也是一应俱全。为了压制住性能强劲的 i9 处理器，散热器我们使用了酷冷至尊岩神 P360 水冷。这款水冷是专门为12代酷睿 CPU 设计的，冷头底座的尺寸进一步加大了，可以更好的覆盖加强了的顶盖，使得接触更充分，可以有更好的导热效果。冷头内部使用了全新的双腔体设计，实现了冷热水分层流动，再加上陶瓷轴心和加高了密度的微水道，这个新冷头在有效降低噪音的同时，还大幅提升了散热效率和冷头的使用寿命。
延神 P360 还采用了全新的高性能连接扇，转速高达2300转，风量超过70 CFM。连接扇叶与 ORBS 轴承的结合设计，使得在高转速下也可以保持较低的噪音。可以看到，酷冷在设计这款水冷时，在静音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。经过我们的实际体验，在游戏等日常使用条件下，整个水冷确实是基本听不到声音的。同时，就连冷牌 P360 也是使用了高密度加厚鳍片的新版本，确保可以提供顶级的散热表现。最后不用说，冷头和风扇都提供了非常漂亮的 ARGB 灯效。过来是内存，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，DDR5 要高频才能确保游戏的表现，所以这次选择了微刚的荣耀 Lancer DDR5 6000C40 16G×2 RGB 版。目前的高频带灯的 DDR5 内存之中，荣耀 Lancer 系列算是最有性价比的型号之一了。作为游戏主机，显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配件了。这次使用的是七彩虹火神 RTX 3080 Ti Vulkan X OC。虽然目前显卡已经开始了大幅的降价，但3090还是比较贵的，而3080 Ti 的价格就合理得多。80 Ti 对比90在 GPU 规格上砍得不多，游戏性能差距其实不大，主要还是显存少了。但除非使用 8K 分辨率的屏幕，实际在游戏方面真的用不上这么多的显存。火神是七彩虹最高端的风冷显卡系列了，它不光散热强劲，外观的设计也是有一套的。当然，最有特色的地方还是它有一个小屏幕，可以显示动态图片、显卡状态等等，并且是可以翻转的，显卡横装或者竖装都能看到，和这次的机箱还是非常搭的。为了带动性能强悍、功耗也不低的 i9 处理器加3080 Ti 显卡，电源这次使用了酷冷至尊新出的 HG Plus 850瓦白金电源。除了 AT Plus 白金全日系电容10年质保、全模组这一些高端电源必备的指标之外，这款电源内部构造采用了优化的设计，留出了更多的空间，以增大空气流动面积，散热效果更强。再配上135毫米静音风扇，可以有效的减少噪音。同时，它在外观和功能设计上也是非常的有特色。ARGB 灯效的风扇就不用说了，这款电源还带有数字显示，可以在酷冷的软件中切换显示功率、风扇转速、温度等信息。这个数显同样支持 ARGB 灯效，不光实用，还很漂亮。最后是硬盘，为了减少游戏加载时的等待时间，我们选择了智泰最近推出的 PCIe 4.0固态 Ti Pro 7000 ETB。作为长江存储的自有品牌 ，Ti Pro 7000使用了长江的第3代自研颗粒，再加上同样是国产的主控，这款 SSD 实现了超过7000兆每秒的读取，是目前 4.0 M.2 硬盘的天花板水平了。而且它还附送了散热器，可以解决 4.0 固态高温的问题。这个散热器的高度也是经过考虑，可以兼容 PS5 的。虽然因为这一次的主板上自带的散热器似乎更强，以及为了保证外观的统一性，我们没有使用。配置介绍完成，那么就要开始装机的过程了。在装机的同时，也会来聊一下这次的主角 HF 700 EVO 机箱的一些前面没有讲到的有意思的细节。从开箱开始，这个机箱就挺有意思的。HF 700 EVO 毕竟是个大家伙，非常的重。它的包装和传统机箱的不同，有一点像电视机的包装。拉掉4个卡扣之后，就可以将箱子的上盖整一个提起来，方便机箱的取出。然后为了方便装机，还是在外面将依附在主板上面的配件先装好。当然，如果能在机箱外面把整一台机器搭起来，简单测试一下工作是否正常会更好。进了机箱才发现零件有问题，再拆出来就有一点麻烦了。接下来，为了方便装机，我们将机箱内部的顶盖或者说水冷架拆了下来。这个盖子在设计上就是可以拆卸的，拧下2颗螺丝就可以轻松的取下来。拆下来之后，不光可以方便我们进行打光和拍摄，对装机也是有不少帮助。机箱放平之后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看到每一个死角，拧主板螺丝时也方便了很多。同时，冷排也可以先在机箱外面上好螺丝，再装进机箱，不需要用一只手顶着冷排的憋屈姿势来上螺丝了。当然，上面这些对装水冷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撕膜。然后在插线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 HF 700 EVO 的理线功能确实是做得比较好的，不光有着比较多的橡胶圈和孔位，在主板的正下方甚至还专门有一条挡板挡住乱七八糟的线材，我甚至都觉得有点周到过头了。同时，像前面说到的那样，这款机箱的显卡安装流程非常的顺滑，简单的啪啪几下就 OK 了。酷冷这个机箱上大量的免工具安装设计，确实可以让装机过程变得更加的轻松愉快。为了最好的外观效果，我们最终还是决定采用显卡竖装的方式。酷冷送的这一条延长线，我们测试了，在 PCIe 4.0 下也是能正常工作的，质量还是挺不错的。
再把电源安装上，就要开始考虑理线的问题了。HF700 EVO 虽然自带的线也挺多的，但是不用怕，藏线的空间还是准备得比较足的。同时背后的这块板除了可以装硬盘之外，还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把线挡住。再加上车盖2层保护下，看不到就是理好了。这款机箱还有另外一个在这一次装机过程中没有看到的细节，就是前面板上的屏幕是通过触点来连接的。同时拆下前面板后，接口都留在了机箱上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当你要更换前置风扇的时候，拆前面板不用怕把线扯断了。库伦考虑的还是非常细致的。最后把侧板和顶盖重新装上，就可以来看一看成品的效果了。安装完成后，我们简单的跑了一下分，可以看到 CPU 和显卡的性能都是非常强悍的，以及像前面所说的那样，新版鲁道师跑分是可以上到250多万的。我们还在这台主机上试玩了一下最近的热门游戏《艾尔登法环》，4K 分辨率预设最高的情况下，除了过图加载之外，是的，这游戏切换不同区域时，后台实际还是要加载的，全程稳定在60帧上，打 BOSS 时也基本没有掉帧，游戏体验还是非常之爽的。因为这个游戏是锁帧的，在跑图时显卡最高不到60度 ，CPU 也只有50出头，还是比较凉快的。打 BOSS 时显卡最高也没有超过70度 ，CPU 还是50多。老头环刚出时优化比较糟糕，更新了几个补丁之后，现在看起来就好多了。最后我们测试了一下 HF700 EVO 的散热性能，毕竟它主打的就是大风量，我们没有另外加装风扇，还有很多位置没有填满，就是测它出厂的状态，然后和在开放平台上的散热表现进行了对比。在室温24度的情况下，我们进行了20分钟的 FPU 加甜甜圈双烤，可以看到在机箱内只比在外面时高了4度左右，这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了。如果将风扇全部满上，效果应该还会更好。在蛮久之前，我也用酷冷家的另一款旗舰机箱 C700M 装过机 ，C700M 强大的可定制架构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这次的 HF700 EVO 则是另一个方向上做出了创新，兼容性和散热支持非常的强，从头到脚的免工具安装设计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酷冷在机箱设计方面还是很有实力的，听说迟一点还会有一款性价比更高的 Lite 版，定价会去到1999这样。然后是经过1年多的矿潮，最近显卡终于降价了，今年的正经的游戏大作也开始多了起来，有装机需求的朋友们算是终于熬过来了，希望今年电脑 DIY 能重新好起来吧。最后重要的事情说3次，这台主机会在 B 站动态抽奖送出，想要的同学记得关注我的 B 站账号和留意动态。那么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一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